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周六在清华大学举行，多国前政要等中外嘉宾500余人以线上线下方式出席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应邀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王毅表示，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解决当今世界错综复杂问题、打破零和博弈的必由之路。王毅在开幕式演讲结束后，还独家接受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追访。谈及中美会否恢复对话时，王毅说：“这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中国将继续办好自己的事。”王毅在演讲开篇中表示，我们刚刚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0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庄严宣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1个100年目标，昂首迈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2个100年征程。王毅指出，纵观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冲突和治理困境，追根究底还是在于多边主义的理念没有得到有效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准则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解决当今世界错综复杂问题、有效应对各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正确方向，是打破零和博弈、抵制单边霸凌、真正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安全的必由之路。为此，王毅提出，首先要共同应对迫在眉睫的全球性挑战，包括开展国际抗疫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污染水处置、铲除恐怖主义根源等。第二，要共同推进全球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共同反对一切人为制造分裂对抗的危险做法。王毅强调，今年是冷战结束30年，冷战没有赢家，世界受害弥深。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集团对抗，反对强权政治，反对干涉内政。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集团对抗。零和博弈是冷战思维，早已不符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期待。推动旨在集团对抗的印太战略，是要打造地缘争夺的小圈子，是冷战思维的复辟，是历史的倒退，应该被扫进垃圾堆。王毅还重申了中方关于香港、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强调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王毅最后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清华大学的校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和宽广胸怀，也十分契合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抱负担当。面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国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践行新安全观，与各国一道守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世界和平论坛创办于2012年，是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协办的高级别非官方年度国际安全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事实上，多边主义始终是中国的坚定选择，从未因时因势而改变。1月25号，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主题就是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5月6号，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习近平强调，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各国应该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不能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能借多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国委员兼外长王毅今年以来也多次对外强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警惕伪多边主义。多边主义不是冠冕堂皇的口号，更不能成为推行单边行径的包装。其中4月23号晚，王毅在北京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视频交流时还提到，希望美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多边主义的核心还是就是习主席说的那句话，国际上的大事要大家一起商量着办。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推动这个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国际体系变革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基础。
就是说你不能一些大国，你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不能排斥某一些国家私相授受，是吧？那么这个呢，我想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强调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触及了美国的痛处。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南非作为金砖伙伴国，非常赞同王毅的相关表述，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凝聚全球共识。We are trying to advance our people through this global cooper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 It is only through global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that we can achieve what is the key aspiration of our people to live a better life and have a peaceful world. But it is through finding common points of interest that we can develop global consensus and cooperate for a better world. 泰国驻华大使阿塔玉席萨木表示，中国在推动国际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China to take a leading role in trying to enhance more cooperation, more collaboration, and more assistance to all countries is something that for Thailand we greatly support and we value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China can play in promoting multilateralism.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艾哈桑·布哈利法表示，他非常赞同王毅提到的不干涉他国内政重要原则，这应该得到世界所有国家的尊重。The statement made by Wang Yi also focused on the initiative One Belt, One Roa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igeria joined in 2018. Is very important. We think in my country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all countries because this initiative is working to make all countries connected. It's a way that the big economies that can share their prosperity and their development with the othe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It's also a way that to connect all the peoples together and to make, to work together for this common destiny. 在论坛开幕式演讲结束后，王毅还接受了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独家采访。这一采访也迅速冲上热搜榜，多家海内外媒体纷纷转载。我想问一个问题，中美高层今年会有接触吗？我们当然希望恢复对话，但这要看有没有诚意。那您觉得我们中方可以做什么？我们继续办好我们自己的事，这是最重要的。好，谢谢。实际上，王毅此前也多次回答深圳卫视独家提问。2019年8月初，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9月1号对中国3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当时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的王毅就回答了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的相关提问。这段问答也成为当日全球媒体追踪的焦点。美国最新的贸易举动，你有什么回应吗？我刚看了消息，加征关税肯定不是解决经贸摩擦的一个建设性的办法，不是个正确的办法。好，新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今天上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美高层今年会否接触要看美方诚意，中方还是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那对此您怎么看？主持人好，我认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我同事的这番对话传递出3点信息。第一，中美互动是有底线和红线的。正如王毅今天上午所言，我们当然希望恢复对话，但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这个诚意，王毅在今年4月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视频交流时谈得非常清楚，就在于美国能否接受一个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阶段不同的大国和平崛起，是否承认中国人民也有谋求发展、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如果美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诚意，中国虽然呼吁合作，但也不会刻意回避竞争。如果美国跨过了中国人的底线乃至是红线，中国更会毫不犹豫地予以迎头痛击。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言，中国人民绝不会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第二，中国与美国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无论拜登如何以冷战的传统思路来渲染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中国始终表现出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我们呼吁中美合作，不仅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
更是基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三，中国要坚持好自己发展的节奏。王毅强调，我们继续办好自己的事，这是最重要的。事实上，自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多次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而就中美竞合而言，办好自己的事，就是要求我们不容许小人胡来，也不随小人起舞。不容许小人胡来，就我之前所讲，要画出底线与红线，不随小人起舞，就是沿着既定的道路，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走。本质上而言，今天中美战略竞合的焦点就是双方各自的发展结果。对于中国，从08年的经济危机到当前的全球疫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出极为耀眼的生命力。只要我们保持自身的发展节奏，不被任何内部或外部势力所打破，历史终将站在我们这一边。而这也是中国人必须要适应的新常态。我们的未来说到底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